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8号星期一，今天轻松跑了。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但是明天休息，今天回评论，后天早晨强度课。今天右边的手表就没有连接心率带，先试一次，看看怎么样表现。之后周3早晨的强度课的视频，就全部会用右边手表的数据，包括手表自己的心率，到时候大家看，还有评测的视频。昨天是个比赛日，对吧？这边的跑团里好几个小伙伴去北海道，特别热。昨天北海道，昨天老哥说起跑的时候就已经31度了，有点不可思议。那条赛道就是这样，这个季节没有很凉快的地方。老哥昨天跑了3小时12，就是4分30的平均配速，那特别厉害。但是他在他那个年龄组好像是排第11名，他是55岁到59岁那个年龄组，平均水平还是挺高的。我看他发的分段成绩基本上没有掉速，很稳。昨天还有在国内参加比赛的小伙伴们，有小伙伴也发了评论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或者是感受了不错的比赛。昨天也有小伙伴说，经过夏训自己测试进步了，特别开心。也有小伙伴说，跑了30公里的长距离，特别开心。都恭喜，而且特别能理解，尤其是自己跑长距离这种开心是，就是都会有。哈，大阪府警察本部。今天咱们就回评论啊，还是准备了小条。行，那一会儿聊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进到大阪城了啊。今天没有去别的地儿绕一圈，直接来的。刚才已经在大阪城外圈碰见了认识的小伙伴，都这么早在训练。那咱们就开始。首先是一个关于清晰度的问题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哔哩哔哩这边刚发出来之后，我观察有的时候会不行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传的所有的视频，这种视频网站都会2次压缩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就算它不是为了存储空间，它也是为了要统一文件的编码，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这是要时间的。而且为了省流量或者是怎么样，其实一个视频我猜测应该是有多个版本的，就是大家切换清晰度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背后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。那它肯定是就不一定是能同时全都压缩完。哎呦，还有个大妈，然后所以刚开始看有的时候，如果它比方说哔哩哔哩的负载高的时候，可能就会一开始看到了不清楚的版本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YouTube 其实也有这个问题，但是 YouTube 可以把视频先变成就是保密的，大家都看不到的，然后我可以看到它的处理状态，然后来手动给它公开。其实现在就是这么做的。然后 B 站这边呢，只有一个定时发送的功能，而且定完时以后好像还不能改，就是你不能说我不要这定时了，我就现在就发出去，所以大家见谅。功率怎么预测成绩？所有预测成绩都是靠规则呀、规律啊。就比方说靠心率怎么预测呀？就是比方说你的在一个
160的心率下，你能跑4分的配速，那程序可能就会认为，如果它定成160的心率是完成马拉松的心率，那就按4分给你预测呗。功率也一样。就是预测没有什么秘密，关键是依靠哪些东西预测更准确。因为跑多了的小伙伴就知道，其实心率是不能完全反映疲劳情况的。就现在我跑马拉松，甚至是跑间歇跑，心率都不是我的问题，多少心率其实我都不在意的，就是我看有没有劲儿。功率其实是更直接反映这个的。跑步小腿酸，这个我也经历过，但是刚开始跑步那2年，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，跑的还不够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猜你小腿酸，可能很多人是小腿的斜前方，对吧？就是这种看似没有大块肌肉的地方，你平常用不到的地方，就算你去做专项训练，也不一定能很好的练得到的地方，是跑步的，就是靠跑能锻炼的地方，多跑跑就好了。看本田先生啊，红大桑，还有在吗？我秋季比赛的跑鞋，这个目前是想穿2个，还没定。一个是我打算什么时候能买特步的100X 5.0 Pro 试一试，或者是 Vaporfly 的第3代，这2双之间选一双吧，还没想好，要看这边的气温。如果现在这个气温，如果是110X 3.0 Pro 和 Vaporfly 3来选的话，如果是全程马拉松会选 Nike， 如果是半程或者更短会选特步，因为 Nike 那双会稍微更轻更透气一些，但是特步那双确实那个动力穿上以后有点难以忘怀，真的很推荐。冬天体重低，特冷，我也是。我原来是胖的时候是个特不怕冷的人，我还以为自己天赋异禀，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，正常。下2个问题是同一个小伙伴问的，需不需要补铁？就是如果您有贫血的问题，那就不谈了。如果都是健康的成年人，我个人认为不需要，可能更多的是给您一些精神力量。反正我这个训练量，我是什么额外的都不吃的。另一个问题就是看好多人1周跑个半马的比赛，2、3周跑个全马的比赛，成绩也还行，很疑惑。不是说一场比赛，尤其是全程马拉松，要1、2个月调整吗？是的呀，就是你们看我那次的 Park Run 那个5公里，虽然成绩不差，对吧？但是我前一半有保留，我其实就保留了几秒，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。就像今年东京的马拉松，我跑完什么感觉都没有，之后第2天该干嘛干嘛，只能说把之后的训练强度降低一点就得了，不降低也能扛得住，就是想保守一些。如果是半程马拉松比赛，像对我现在的训练基础没有什么影响。所以说就不用太担心。大家都，刚才他说轰大桑好像是麦，就是前面的意思，好像是啊，我发音不准。
像半程马拉松，如果我想在1小时20完赛，现在我觉得啊，拍脑袋说，我可以每周1场。如果想在1小时18完赛，那估计就得2周1场。如果想在1小时17完赛，那我就 PB 了，那我估计跑完我得歇2天。就这么回事儿，没什么秘密，就是你跑的多了。你看我每次跑步的训练的距离都是这么长，你现在让我参加5公里的比赛，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视频加了总时长，对的，我突然想到可以加，过2天还会加实时的温度。今天就还跟昨天一样，还是挺凉爽的，出门的时候26度。然后最后是我看小伙伴有用 AI 总结我的视频的，是的，我现在改成外挂字幕也是为了这个考虑，就是文字真的是文字了。AI 它那个逻辑是什么呢？它会通过接口去下载我视频的字幕，就是文字嘛，然后就变成了总结文字。字幕就是大家年轻的时候追美剧那种，那 SRT 格式有时间戳，特别好总结。所以就说那天我说 AI 教练这个事儿，有小伙伴说啊 AI 不能拿着鞭子追着你练，是的，但是我说的那个不是面向专业运动员。专业运动员很多不是他从生出来就喜欢，或者从小就喜欢，有的就是被选材了，对吧？实事求是的说，而像咱们这种就真正喜欢，我又想进步又没有办法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是让你能事半功倍的。AI 告诉你你要怎么样，你只要能做到，像我吧，我肯定会努力去做的。不是一个心态，是不是？所以自己这样训练的小伙伴们真的了不起，大家每天如一日的，对吧？有小伙伴说那天看到的，我拍到那一瞬而过的就是井上先生，但还是挺奇妙的。行，我准备的评论应该都回完了。最后再恭喜一下各位，无论是自测的、长距离的，然后5公里有 PB 的、马拉松完赛的，都很了不起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也有说掉速的、失败的，有些小伙伴说自己跑，啊不对，是马拉松。24公里开始觉得累，28公里小腿就抽筋儿了，这很正常。我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前4、5场比赛，就算跑到3小时45的那场，也是抽筋儿中度过的。一开始是24公里就抽筋儿，之后28，然后30、32、36，最好一次是最后2公里抽的筋儿。都是小腿，小腿抽筋儿就说明还需要继续积累，不用紧张，不用担心。您什么时候大腿抽筋儿了，就说明您跑出来了。所以加油干，给您鼓励。8月28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哈，第3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，后天强度课。清晨6点40，今天跑得短，15.5公里。1小时13，平均配速4分43，功率213，心率148，步频197。今天在大本城公园里冲了几组200米，就是200米交替的冲刺和慢跑，冲了大概有2公里，然后之后呢，随意的加了加速，减了减速，跑了跑。有时就是这样，就训练的最后一天呢，不要太沉闷，就是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调动。之后就过去了。
我自己都期待周三的视频了，会不出意外会有2部，一部是有数据对比的这几次的，然后一部就是周三的强度课。周三的视频呢，可能会比平常的时候稍微晚一点，因为剪辑的强度会比较大。周三还是工作日，就我会很努力的更快一些。大家如果有遇到清晰度的问题呢，可以试试过段时间再来看看，过个也就是个半个小时，我觉得就没问题了。因为现在的算力越来越快了，现在我这些视频每一部我的电脑生成也就是3、5分钟的样子，几分钟的样子，差不多。行，因为确实是受拍摄设备，你拍摄设备这个设备已经是我认为啊，现在就我这种拍摄形式最合适的设备了，应该是没有之一。就尤其是这一代的这个电量的进步以后，真心话，就是人类的科技还是需要再进步的。就像我一直说，一块手表去计算动态数据这些东西，垂直振幅什么的，就是它目前不是一个想不想做好的问题。我刚才那个车差点就是这鸽子平着飞横穿马路，然后车面向鸽子就冲过来了，鸽子马上就垂直向上，特别厉害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天气也凉爽下来了，我们努力找状态，夏天夏训结束的疲劳恢复一下，然后准备迎接赛季，是吧？那加油干，咱们回头见。